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前10大加密货币投资新手常犯的错误。在这个充满机会与陷阱的世界里，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人们嘴里的韭菜。在这个真假消息满天飞的环境中，很多人不是先亏钱，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才逐渐掌握获利的方法。哪怕靠着新手运，在 NFT 或者活跃上快速的有一个获利，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输光，因为所有靠运气赚来的钱，最终都有可能靠实力赔掉。本期视频我将分享10个加密数字货币新手最常规容易犯的投资错误，以及你本可能需要交学费或断送你可能有合理的地方。让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一起来学习一下吧。大家都应该明白，在获利与亏损的天平上有一条极为不公平的法则，你可以10次连续的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只要1次的亏损，可能就是100%，之前的所有努力就会付诸东流，归零了。要知道，大部分的金融机构普遍的放货报酬率1年超过某个数字便是极为不容易的事，因此任何超出常规的高额回报，我们都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俗话说得好，如果你不知道报酬率从何处而来，那么你可能就是别人的报酬率的来源，是不是？这是非常一个简单的道理啊，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明白的。那 OK，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吧。第一个，没有耐心。比特币每4年才经历一次周期，但我们见过太多的人经常仅10天就开始抱怨我的币怎么还没有涨。我们都是看中了加密货币能够在短时间内带来的高额报酬特性才入行的，对不对？但快并不意味着1天2天就能见效果。以我们的 K 线图为例，股市投资人看月线甚至年线，而币圈大都是看日线、半日线，也就是4个小时，再缩短到1个小时，这已经算是最短期了的。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总是盯着5分钟甚至1分钟的线，那么你的心不是一般的心急，对不对？当我们说逢低布局比特币，并不是抓住这1天2天这几个礼拜甚至这几个月的一个低点，这对多数的投资人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到1年2年5年甚至10年，那么你就会发现，现在的2万进场2万5进场或1万5进场，其实都是一样的便宜。没人在乎你买的是2万5的还是2万的还是1万5的，因为那都是属于早期的投资，因为你把这个线拉得非常的长，对不对？巴菲特曾经说过，如果你一生被规定只做7个投资的决策，你会变得非常的有钱，因为你会变得很有耐心去管理你的投资。在币圈这个1天几亿交易量的一个市场中，耐心更是至关重要的品质，对不对？要知道，我们年轻人往往缺乏的就是耐心，判断长期的趋势要难得多。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有耐心。好比有一句名言是一口吃不了金娃娃，对吧？第二点喜欢追高杀低的思想。心理上有一个著名的名词叫做 FOMO， 也就是说即害怕错过。多少人在狗狗币涨到 0.7 刀的时候无脑的抢入，多少人在比特币6万9刀时重仓持有，更不用说当时一个个的疯狂涨的 NFT 项目，创造了一个个的 GPG 富豪。但每个人都知道，币价总是在市场情绪过热出现反转。平时我们都在告诉自己不要跟风，不要着魔，但每当有币种几天内暴涨几倍或几十倍的时候，
那我们都会去询问他最近有什么利多，都有一种思想，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进场了？对于散户来说，分辨当下真正的利多消息还是社群疯魔心态，确实真的需要经验和研究。新手建议多看多听，一定要做到什么？分批进场，并要建立平均的一个成本法与网格交易的投资观念。毕竟在金融市场，获利的唯一原则就是在资产便宜的时候买进，昂贵的时候卖出，这是永远不变的一个真理，没有其他。那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长期持有错误的币。加密货币界最追捧的投资哲学是什么？ Buy and hold， 也就是长期持有，但这只适用于少数主流币种的策略，却常常被国家的小币抄袭。我们当然长期看好区块链的技术发展，对不对？但真的，目前市场上超过2万种的加密货币，其中有多少在10年后还能持续的生存？大家其实也心知肚明，对不对？进一步讲，那些号称百大的币种能跻身主流的蓝筹的加密货币，从历史经验来看，也大都是牛市市场热络的时候能成一时风光，到了市场冷的时候，即便号称蓝筹，也不见得能维持币价，甚至矿工运营背后的价值。看看27年的号称以太坊的杀手 EOS， 号称更好的比特币，所谓的比特币现金 BCH， 还有 BHV。 在我朋友刚进币圈的时代，这些项目支持者都还算活跃，但现在他们跟比特币、以太币，对吧，比起来根本就是弱爆了，对不对？DeFi甚至DeFi 2.0， 数不清的 NFT 的项目，牛市都会涨，熊市就都会跌。并不是说这些赛道没有未来，而是即使优质赛道的优秀币种，牛市的币价也有可能会被投机心理灌水的太多。市值一度排名前10的 Luna 也能在几天内直接归零。长期持有的币，对涉水未深的币圈新手而言，还是以比特币、以太币、BNB 等主流币为主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持币对我们币圈新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哦。因为目前这种大环境趋势下，哪怕就是前100排名的币种，也是跟到前面的主流币种的一个牛市熊市起起落落的。所以强哥在这里还是建议新手朋友最好以前5的币种为好。第4一个是不严格止损。新手学交易的第一课就是建立止损习惯与纪律。止损的意思是你买进一个币，当然你判断它会涨，那如果事与愿违的跌了，它跌到什么时候你就要认赔抛掉。一次次的严格的执行止损，乍看之下每次可能都是亏钱，但其实都是在保护你的本金，让你能在未来赚更多的回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心态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哦。止损的反义词是熬单，意思是市场明明已经证明你看错了方向，但你还要硬熬。很多币圈朋友，有些老玩家依然会有这样的坏习惯，例如买进做多比特币，当然看好它的涨势才买的，对不对？然后告诉自己，如果看错，那就多亏10%再抛。突然之间有个不服气，不是任何的原因，明明看到部分的亏了10%、11%或者到15%，应该抛出了，但往往这时候感觉到自己亏了很多，就犹豫不定了，就舍不得抛了，反而越陷越深。所以这个不严格止损的状态也会导致我们很多的玩家一亏到底，连本金都没办法收回来。获利跟亏损的天平上有一条不公平的法则，开场的时候就说了，你可以连续的10次赚100%的一个利益，但是只要亏一次100%，前面的获利就付之东流归零。因此波动剧烈的加密货币市场，认错虽然心痛，但却是优秀交易员每天都是爱做的事情。
如果好好的建立止损纪律，你在做最正确的事情，没有之一。这是关于止损的一个心态问题啊。那我们第5点是什么？杠杆开太高。加密货币的波动本身就大，你还要开杠杆，照理说是天方夜谭，对不对？但由于普遍的存在国大必胜社群的晒单文化，动辄看到群友用50倍的杠杆快速抓到小反弹，用150倍的杠杆赚个几千倍。新手一进来，尤其是完全没有投资的经验的小白，当年我朋友他就是一个例子啊，他当时信以为活跃开了20倍的一个杠杆，他觉得是蛮正常蛮合理的一个事情，到后来才发现这真的不行了，最后完全归零。还有一个在你认识的币圈平台也好，朋友圈也好，可能有的大多数的一个人们啊，报喜不报忧。当然这中间也有运气好的幸存者的偏差，他们说的也有可能是真的可能，但是也是极少数的那一小部分。因为开杠杆亏钱的人，要么就是一赔到底，要么就是亏光，默默的退出市场。新手看到这个活跃的币圈，他总是以20倍以上的杠杆在赚钱，很容易养成高倍率的开杠坏习惯。而这样的习惯早晚有一天在你交易不顺的时候，会让人快速的跌入谷底，这是毫无争议的问题。太多的案例了啊，大家也可以自行去看一看，收一收这样的案例。第6个是不要自己去研究。 DYOR 是币圈前辈最常说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做好你自己的研究，意思就是 do your research， 做好你自己的研究。无论是股市还是加密货币，我们总想听名牌，跟着群友飞，一起买卖把货，对吧？然而光听别人分析来操作，别人在股市见得赚得到钱，在真假难辨的加密货币圈更是注定失败的结局。别说在股市里面不见得能赚钱，在真假难辨的加密货币圈更是注定失败的结局。理由很简单，第一，你无法分辨爆单的人是不是真的有本事，有些人连获利极小都是用拿你长尾来做的假成绩。第二，你无法分辨他说的是真话还是需要有人来替他接盘。机构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卖出的时候喊利多，直接给韭菜接了。第三，再厉害的专家他都会犯错，这就意味着40%的犯错几率，强入3件的都能帮自己搞到破产。3件的创始人输入当时他都是过街老鼠，对不对？在没有破产之前，他还是华尔街的当红榨汁机，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案例了。第4，我觉得被很多人低估了一点，那就是 DYOR 的一个好处，它不只影响你获利与否，研究市场的功力，你投入的时间、心智决策累积的经验，这些东西无论是这持续累积的经验资产，这是属于你而没有人能夺走的实力。听人家爆牌，也许你一个月能从1万赚到10万，自己研究想从1万赚到10万，也就是2年3年，但接下来呢，谁有机会从10万迈向100万？谁过去获得的成功更有机会来被复制，同时还累积着持续放大的一个资产的实力？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进入我们下一个啊，第7是什么？借钱投资。我在这里还是要郑重告诉大家，如果你是散户，绝对不要借钱来买币。你也许听过，我自己也听过，有人靠借钱买币成功来压狗币、NFT 什么的，现在钱包里面有几百个比特币的故事。因为什么民事交流群啊，I don't carry， 只要有人怂恿他借钱买币，甚至他本人愿意借你一点钱去买，不要觉得他是好人，都不要理他，不要去承受你不能承受的风险，这一点很重要啊，小伙伴们一定要记住了。人类投资金融市场明明就有赚有赔，为什么几百年下来发展成一件合理甚至有益的社会行为？因为只要在风险与损失可掌控的范围下，随着时间的过去，个人
与产业的成长。投资行为通常都是赚钱的行为，而让风险与损失脱离掌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借钱跟融资去投。道家说福兮祸所伏，因为你借钱都让别人看到了两个点：第一，我没有本金，赚钱就无感了；第二，借钱的话赚钱就有感了，对不对？但往往更重要的是，借钱的话如果亏了，这辈子就惨了。这个世界上，我相信谁都不敢说自己的投资所有项目都是稳赚不赔的。我不认为哪位投资大佬能给足我信心去承担借钱的风险来避，这是不存在的。这点的借钱投资的道理，我想大家都一点就通啊，都应该很明白的。应该自己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轨迹中，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身边的朋友也好，应该多多少少都能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第八点，没有做好风险的分散。在这个年轻人学习方案的地方，可能你在币圈会经常听到有人怂恿你要硬梭哈，赢了就去找按摩，输了就去搬砖之类的。其实你平常也知道大家都是在开玩笑，但这些无聊的话你听多了，有时候可能就会那么一两次冲动就中枪了，也希望来个暴击，对不对？常常就是这一两次的非理性的操作让人亏得大半支撑。曾经全球最大的交易所 Meter、GOX 被黑客攻击，用户资金全部冻结，到现在应该还在打官司，对吧？曾经是公列前2名的 Terra 一夜之间归零，甚至有人为此惊人。就像大家说的最安全的一个冷钱包，也曾爆出过用户国资外泄的消息。所以我们说投资加密货币风险分散永远是最重要的一课。首先，新手跨入币圈不建议放超过 20% 的总本金进来，再来这些资金建议还是放在主要的一些如比特币啊、FXT 啊、以太币啊这些主流的公司，请主要的投资比特币、以太币为主，因为这些主流的币种它还是有潜力的。比如还有 DeFi 元宇宙，可以少量多买，而且建议可以多放几个平台，这样你就有可能分散的系统性的风险、赛道风险、频道风险都可以一点一点的规避掉。好，这就是我们的风险分散。第9，太早卖出。你知道通过比特币的支付有多简单吗？你只要在2011年买1000块钱的比特币，然后都不要卖掉，到今天想想你能就带走多少？现在差不多7万刀，对不对？一颗币，11年你1000能买多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不对？这听起来就轻轻松松的，但实际上的能从2011年我们去当首币人直到现在没动的，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稀少。但有肯定还是有啊，那可能这就是特别的一个宝了。我们常在不该加码的短期暴涨币上加码，真正的长期看涨值得后者的几大主流币我们经常卖飞，也就是还在涨的过程中就卖掉了，错失后面的涨幅。通常在币圈称这样的人为没有信仰。而且还有趣的是，当听到说没有信仰的时候，气得不行，一下就追其他的小币如 NFT 啊，就大量的买进。好，然后就开始亏欠之旅了。所以说当年那位网友推荐的，还是建议大家买点比特币，忘记它，等个10年、20年、30年，我想在币圈的人都希望他成为幸运者。当然这是建议啊，但实际上能这样操作的，应该是手上除非有很多闲钱，没有什么其他投资项目才这样去做，正常的应该都不会这样去操作的啊。好，最后一点，第10就是什么？误信资金盘或传销。尽管人们对币圈充满误解，但这个领域充斥的诈骗、资金盘、老鼠屎这个事实倒是从来没有变。通过交友软体认识的呀，比如朋友圈告诉你他认识一个厉害的老师，帮他在虚拟币赚了多少，帮你加入他的群，加在某个平台，跟到入金，跟着他买就对了。或者他有一种未上市的货币啊，现在先签约投资，一旦下个月上市，不说跟比特币一样的了啊，就算比比特币1%都能让你发家致富。又或他们有什么数字货币，又或者说
他们有什么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找朋友进来还可以收益翻倍的这种啊，像这种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可以入金，但没有办法把钱领出来诈骗或资金盘的一个形式。要知道，大部分的一些逼选机构，普通的盈利也就是5%到15%，那就是好的不得了了。别说50%了，超过这个数字想都不要想，不能去碰。刚才强哥开场就说了啊，如果你都不知道报酬率是怎么来的，那么你就是别人的报酬率的来源，这就叫资金盘，后金补前金。顺带一提啊，凡是跟你说以借钱投资的，也都是资金盘跟诈骗。3个重点：第一，不要轻易相信软体上认识的投资机会；第二，不要投资你不知道的收益原理和项目；第三，不要以为你有机会买到好的币，它有可能是永不上市的那一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10个加密货币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啊！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留下你宝贵的订阅及赞哦。今天就到这了啊，下期视频再见，拜拜。